刚哥手段高明，你是要跟很多女人周旋才不会欢喜，一定是的啦。因为为什么女生为什么跟你欢？你们台南知道为什么女生那些台女为什么跟你欢？因为她知道台湾的女生少，你们交不到其他女朋友，我今天跟你欢是应该的，没有错嘛。你他妈你来越南一趟，你跟所有的妹子妈拍一个他妈的500张相片，把你寄回给她看。我跟你讲完到越南，他妈的多少女人喜欢我，你还不珍惜我？你试试看，妈的分的啰嗦，你就马上把她拍回去，把相片你寄给她看，你就跟她讲我不回去了，你看她敢不敢跟你欢？到最后要不要跟你妥协？求求你赶快回台湾，要不要？花钱就能让人喜欢，不用花钱。你在越南，你有本事你是能白嫖的，你有本事你够帅，你够幽默，有趣的灵魂永远赢过帅气的脸庞，有趣的灵魂绝对赢过帅气的脸庞。你只要你的灵魂够有趣，不用花钱，肯定都能白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刚哥，请问推荐去涂山玩吗？涂山说真的不会比胡志明市好玩。如果说你是在涂山出差，那就在涂山玩。如果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涂山是怎么来的？涂山因为靠近北越工业区，涂山靠近北越工业区，主要涂山让你玩的妹子是从哪边出来的？白天在工厂，晚上出来兼差，是不是这样？好 ，OK， 胡志明市的妹子是怎么玩的？白天在银行，晚上出来兼差，白天是学生，晚上出来兼差。你要想清楚啊，涂山靠近工业区。你喜欢淳朴的妹子？什么叫淳朴？白天是工人，晚上是 KTV 小姐，还是白天是学生，白天是比如说做美甲的，白天是做头发的，白天是咖啡店的，白天是卖场的，白天是做律师的，白天是念书的，晚上出来现在，你觉得哪个素质高？我现在问你。所以你觉得适不适合去涂山玩？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工厂的妹子，很淳朴。晚上变成小姐，想体验她的狂野 ，OK 的，去涂山 OK 的。但是我必须跟你讲，不多，没那么多啦。所以你说涂山能不能玩？当然可以玩啊，只是跟胡志明市比起来，涂山比较便宜，比较淳朴，所以你决定。我没有说涂山不好，我只是说胡志明市比较丰富比较各种各类型的都有会换队友吗？要不要换队友？这个好问题啊！什么叫做好问题？你要换队友行不行？当然不是不行。首先第一个，男生要同意，所以才会跟女生提嘛。女生跟你讲我可以，那就可以嘛。女生跟你讲我不行，那就牵扯到一件事。为什么跟你讲我不行？因为你们3个人点的妃子是不同派系的，当然不行。那有情策你们点的妃子，假设是姐妹，是好朋友，那当然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没告在这边，我听得清，这样子听得清楚吗？我再跟你讲一次，清楚一点假设跟你的麻吉的一起洗三温暖，一起屌老二行不行？当然可以嘛，是不是？我这样有说错吗？可是你跟不熟的，假设并团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你们一起洗澡，你觉得有没有问题？我觉得还蛮有问题，就跟妃子一样嘛，这么细节，当然细节，开玩笑，爱那一团的细节多了是，我只是没有告诉你们而已。那我今天跟你讲最简单的，我刚刚不就这样讲得很清楚吗？你们今天点的妃子里面有一组是好朋友，2个妃子一起来飞有什么问题？你告诉我，一起飞有什么问题？当然没问题啊，而且默契十足呢，是不是默契十足？有没有？懂吗？没嘎嘎，这就是没嘎。台湾双飞都极限都极差，没错。第一个，他们是不是好姐妹？第二个，是不是好朋友？那有没有一起合作过？这就是没嘎嘛。所以说双飞体验很差，为什么？你来啊，你来，干2个都不认识，2个不认识是要怎么搞？你告诉我怎么搞？我们有一说一嘛，恭维是真老实的，是吧？
就好像我去所有的 KTV， 我跟老板关系一定是先最好，再来把他底下的妈咪全部叫过来跟我认识。你不要觉得去 KTV 哦，你给妈咪小费哦，为什么这一间 KTV 进来2个妈咪？正常最少就是2个妈咪。我的话不是，你有多少妈咪全部进来。为什么？底下的小姐有死忠派的，就只针对这个妈咪特别好。你可不可以找到每个妈咪的隐藏版的小姐？当然可以。这么没干的事情，你还在那边省那个妈咪的小费，在省三小。妈咪本身就是公台，妈咪玩起来，妈咪玩的比小姐还疯。为什么？妈咪就是当年最红的小姐，她才有资格当妈咪，不是吗？妈咪玩起来是绝对比小姐疯的。妈咪带头玩，小姐能不玩？你真是不懂玩，真的是不懂玩。去酒店哦，叫妈咪不要进来的，怕给小费的，真的不要去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我的习惯，小姐不用来，妈咪全部进来，小费先发给妈咪，来妈咪先来玩。这么没嘎嘎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，还要我带去？我说，妈咪叫进来，刚哥不要叫妈咪，妈咪我们还要付小费。我干你娘！我听到这个，哇，你真的是他妈不懂啊！不懂啊！你他妈你听我的就好了，你真是啰嗦呢啊！屁一样，真的是别让账位，你把账位揪掉，真的是。然后有人说你这样子，破坏行情啊，杀小啦，有的没的，靠北嘛，你最后是不用发小费哦。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，你最后要不要给妈咪小费？一定要给嘛，你先给又有什么问题？好，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有在胡志明市，你各种消费啊，包含你打炮完才能付钱，你不要先给钱再打炮，那妹子一定不认真，而且拿了钱本来overnight 过夜，马上变 short time 短中，马上就跑了。家里有事三小他妈的，他的弟弟出车祸，什么都来了，先回去，妈妈生病就来了。所有的消费记住，结束才付钱，只有妈咪先给你，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小姐。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，只有这样而已。听懂中间的妹嘎嘎吗？结束还要再给一次吗？这个看你。如果你玩得很嗨，再多给一次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没有玩得很嗨，玩得不开心，玩得不高兴，不给又怎么样？已经给过了，不是吗？我这样讲合理吗？合理哦。对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跟你们讲，要去玩，你要很多妹嘎嘎，你要注意到。但是你会觉得说，干去玩要注意这么多妹妹嘎嘎，好不知道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加入我们团就好了啊！加入我们团，所有的妹妹嘎嘎我都会帮你留意、注意好，告诉你。所以你觉得加入我们暗黑团有什么问题？全是细节是啊，当然全是细节啊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！你背不起啊，干你没有，不要想太多。我说最喜欢讲他有钱的是什么？韩国人跟中国人，尤其中国人、韩国人很奇怪，日本人反而不会。日本人以我的了解，日本人绝对比韩国人跟中国人有钱，可是人家不会这样。非常奇怪的是，中国人跟韩国人就很喜欢来这套，我有钱。我真的很讨厌听到这句话，我有钱。我们台湾人顶多讲我钱带够，不会说我有钱。我这样讲有没有错？刚哥 KTV 点2位要先让别人点一轮再点第二个吗？如果那个人是你好朋友的话，让他一下是可以。如果那个人，其实我们这样反过来想，真的是很好的朋友，你先点2个也没问题啊。可是你优先，你2个在心里，当然我觉得你先点1个是 OK 的。那如果说你要点2个那你就必须有差别。我们这样讲，差别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要带回去双飞的？你要带回去双飞的，你点的第1个就代表你点的第2个。现在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已经点的第2个了。如果你是要双飞的话，你已经点的第1个就代表你已经点的第2个。为什么？我要教你老话，你要双飞，你一定要找他最好的朋友跟姐妹，白嫖的，不好意思，7胜。不然你点回去双飞，你会很无聊，真的很无聊。2个也不知道干嘛。到底2个妹子假设我们现在想象一下那个情境。你躺在那边，2个妹子，谁先脱？谁先喊？谁先舔？是不是你要看我要看你，因为不知道嘛，不熟嘛。干，你看我的妈的，我的比你大，干，我的比你小，靠北这个干你先为什么我要给他先干？为什么不是你让他先干？为什么要我先喊？为什么不是你先喊？是不是就会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
我这样讲，你们有没有体会到那种情境那种感觉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点双飞很难忘？为什么？你们点的就是那个你来两个人没默契嘛？那你想想看，你点的第一个是你喜欢的人，那你就跟他讲，找你最好的姐妹过来两个来，我要双飞，找你最好的姐妹过来，就直接挑你的讲，他是不是找他妈的就不是谁先喊，两个一起喊好不好？谁先喊，两个一起上，你爽不爽？保证爽。这么细节，是啊。那所以说你要点，你说你要点双飞，是不是要让别人先点一位？其实不用。如果你是要点双飞的话，你点的第一个已经注定第二个。如果你不是点双飞，只是单纯为了陪喝酒、陪玩而已，那么很简单，要点喝酒、点陪玩的，随时都可以点，让你的朋友先点，合理吗？这个叫礼节问题。可是你要双飞的不行，干这个一定要我先点，你就直接点下去，点下去之后过来叫他找他最好的姐妹过来，两个一起做，就这样，很简单，清楚吗？这样够清楚了吧？这样不清楚吗？我都讲到这么细节，这样不清楚？越南下大雨，现在下大雨啊，雨季啊。来，我再讲一次哦。你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之后，刚刚也是一个妹子在跟我问龟息大法的事情，我还要教妹子，哇，好烦哦。她说她心跳很快，干，要不然你坐在我旁边，让心跳很快，靠北。不是这个问题，你要让你的呼吸跟心跳是同步，同步哦。我再讲一次哦，你要同步，怎么个同步法？你听得到心跳，你就有办法让你的呼吸跟心跳同步。因为呼吸是可以控制的，心跳你目前还不能控制，目前还不能控制，所以你必须让你的呼吸跟心跳先同步。你们讲龟息大法，龟息大法主要是因为什么？第一件事情，你为什么睡得久？新陈代谢快，主要是因为什么？心跳太快。我们要练的是让心跳变得更慢，这不仅会让你延缓老化，还会让你延年益寿、少生病，而且新陈代谢慢，让你活得比较久，睡眠比较少，这才是重点嘛。我们重点是让心跳慢，所以你要先练第一步。练第一步就是要让你的呼吸跟你的心跳同步，你的心跳你听得到，你才有办法控制你的呼吸，你的呼吸是可以控制的，让你的心跳跟呼吸是一模一样的频率，然后习惯，再来，当你呼吸跟心跳是同步的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的心跳会跟你的呼吸会越来越接近，所以你接下来控制你的呼吸越来越慢，不可以一次慢一次慢你心跳不接受，你的心脏不会接受。可是你的呼吸慢慢的减缓，频率慢慢的减缓，你的心跳就会跟着慢慢的减缓，你就可以慢慢控制你的心跳，让它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但是不能太慢哦，慢到一个程度你会开始呈现昏迷状态，那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不可以不跳，他别人也不会不跳，就是你会慢到一个程度，你会发现，干怎么很想睡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新陈代谢很慢，心跳很慢，血液循环很慢，你就会想睡觉。那时候一睡下去，我是通常那时候我大概睡15分钟到2小时之间，甚至于15秒就够了，就醒来了。因为那时候是心跳最慢的时候，就是你睡眠休息的时候，恢复体力的时候，醒来就正常，就可以不用睡。所以你常常看我开台啊，开到一半啊，我在那个别人在烧线，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睡觉了。烧完线我就醒来了啊，继续开台啊，不用睡了啊，今天一整天的睡眠够了。难怪老人家睡很少，是的，没错，跑长跑选手心跳很慢，是的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龟息大法。我有教了，我教了哦，能不能学看你们哦。这样，如果你心跳够慢的话，我还没有教你最后入睡法。当你我先讲龟息大法，再选牌。当你心跳已经很慢的时候，你只要做一个动作，全身都要用力，但是你要用局部的方式用力，比如说脸部用力，左脸用力，
右脸用力，鼻子用力，额头用力，下巴用力，手用力，拳头用力，5秒放开，肌肉用力，5秒放开。然后你可以有办法控制的就一起动作，全部用力，然后用力5秒放开，脚趾头用力5秒放开，屁股用力5秒放开。你有办法同时做是最好，不能同时做，分局部做。用力之后5秒放开，这个老高有教吧？这个是那个什么2次世界大战、1次世界大战，他们教军队是这样子啊，在战场上怕死掉也不敢睡，可是不行。用力之后放开，然后加上可是你用力放开，你心跳会再加速。然后你用我教你的你们大家俗称的龟息大法，让心跳变慢之后，啪，你人就睡着。这样懂吗？什么越南阿姨教的？谁跟你越南阿姨教的啊？这是我原创的，然后加上老高那边也有，老高也是转述美国训练军队怎么样可以在战场上快速睡着的方法。老高有讲，你只要用这个方法，在15分钟之内都能够快速入睡，只是你心跳不够慢，没办法进入深层睡眠，所以要搭配应该是我要搭配老高的方法，也不是说老高搭配我的方法。老高讲的方法是用力的方法放松，用力的方法放松，连续15分钟就可以睡着。我的方法是，你只要心跳变慢，就是身体在处理，心跳已经到变慢，你的呼吸也变慢。我说过是心跳跟呼吸要同步。像我现在就让呼吸的速度越来越慢，跟心跳同步。但不能再讲，等一下讲下去换我睡着了，靠北。我要让自己睡觉其实蛮简单的，突然间出现疲倦的感觉。这个不能当场在台这边教了，我当场示范给你们看，我待会就眼睛要闭上来。你会觉得就是人开始很轻松，然后人开始松松的，然后就开始邦邦的这样。来看一下我们帝王团的住所啊，有大冰箱很冷，蛮干净的，有客厅，当然我们这边也有桌子啊，蛮漂亮的。那 view 呢，直接正前方就是哇，传说中的81楼，很高，好，比这边还高，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么高，往下看，view 很好的啦，好。然后再看一下这边房间的样子，好，床，打开也是81楼，床非常的舒适哈，没错吧？卫浴，很标准，一样，好，一样看到81楼，房间非常舒适，好，继续看。view 都不错，好，房间很爽，卫浴开灯，看一下，就是这样 ，OK。